朋友们好，我是小石。我现在所在的位置是西藏自治区日喀则市定日县的嘉措乡的乡政府门前啊。昨天来这里也比较晚，就在政府门前借宿一晚。这里很大一个广场，也很安静啊。今天睡到早上9点多醒来。嘉措乡往出走，往西边往出走啊。大概距离我现在位置1公里的位置有一个珠峰观景台，咱们现在过去看一下。我昨天其实就去那里，但是已经天黑了，什么都没看到。人类幼崽出没地，挺好。嘉措乡呢也是国道318这个穿乡而过啊，两边的屋子应该是统一建的啊，然后屋子外墙上都有这个涂鸦，非常漂亮啊。这个色调在这种苍茫黄色、这种荒凉的天地里啊，就这种涂鸦的颜色就有一股生机，挺漂亮的。然后乡里面很多地方都在修啊，我昨天住的乡政府旁边就在修，这个路中间这里也在修。昨天加油站小哥跟我说，因为这边是这个牧场嘛，这里有个珠峰绵羊基地，那边好像还有一个梅花鹿免费观赏基地还是什么，我昨天过去的时候看到。所以就说这边的山上啊就狼挺多的，他都亲眼见过。加油站这里扔个垃圾，前面就是观景台了。我晕，这不会就是吧？公路左手边呢，它有一些这个超市、餐厅什么，那边有个停车场，我昨天本来准备搭那边的。然后右手边这里有一个珠穆朗玛国家公园，这里应该就是观景台啊。我骑着过了加油站，忽然就看到前面这，我的天哪！我打开地图看了一下，根据方向来说好像就是啊。不愧是世界最高峰啊，很大方，就在这儿就被人看到了。可能他也没办法，因为他太高了。珠穆朗玛国家公园，好大一块石头啊！咱们看一下这个珠穆朗玛国家公园简介啊，是世界上海拔最高的国家公园。它这个公园的概念啊就很广了。你看，公园覆盖日喀则的定日、吉隆、定杰、聂拉木、拉孜、撒迦6个县啊，就是这6个县境内都算这个国家公园啊。园内矗立着包括珠穆朗玛峰、西夏邦马峰、卓奥友峰、洛子峰、马卡鲁峰5座海拔8000米以上的高峰。其中啊，我看一下，珠穆朗玛峰是世界最高峰嘛，洛子峰是世界第4，马卡鲁峰是世界第5，卓奥友峰是世界第6，西夏邦马峰是世界第14啊，就是海拔排名。有一个冷知识啊，就是世界上海拔排名前100的高山啊，基本全部都在亚洲，而且呢，大部分在青藏高原上，就是我现在脚下所踏的这片土地上。国家来说呢，大部分分布在这个咱们中国、还有印度、尼泊尔、巴基斯坦这4个国家的这个境内的山脉中啊。青藏高原确实很神奇、很伟大啊。现在这里的话，我站在观景台这个视野最好的这里，我们可以算是比较清楚的啊，我肉眼是比较清楚的可以看到珠穆朗玛峰的。当然距离还是非常远的啊，有个小几百公里远，但是因为它太高太大了，所以这里还是能看到的。不知道镜头里呈现的效果怎么样？咱们还算是幸运的啊，来到了嘉措乡珠峰初见山这里。珠峰观景台，第一个观景台就清楚的看到了世界最高峰珠穆朗玛峰啊，非常不错，世界最高峰。
这块简介的石头后面啊，都是这个各种留言啊，包括这个大的写着珠穆朗玛国家公园这个大石头后面也是纪念墙。为什么叫初见山呢？因为这里是可以看到珠穆朗玛峰的第一站啊，这里有这个初见山的简介。继续出发了，离开嘉措乡，去往定日县。漂亮啊，喜马拉雅山脉横亘在那里，珠穆朗玛峰出现在我的眼前。刚出嘉措乡几公里，因为海拔在慢慢降低啊，所以现在喜马拉雅山脉已经被挡住了，珠穆朗玛峰也只能看到一点雾气了。小溪流水哗啦啦。哦，好的。这是你的发电的对吧？对，太阳能的。这边检查站挺多的啊，有的地方是刷脸直接过了，有的呢是刷身份证，但是到目前为止我还没有碰到过要看边防证的。过了检查站，这里来到了好像叫做协格尔镇还是白坝村的地方，拐个弯就是那个定日县了，其实也不远，就几公里。现在已经1点钟了，我在这里吃个饭吧。这里有一家饺子，那天那个饺子没吃爽，还忽然看到饺子还想吃一下，我去吃盘饺子。我一个人，有饭吗，老板？这会儿有饭啊？有啊，啥都有，老弟来吧。哦，老弟来了，饺子也有哈。有呀，手工饺子。我看有什么馅儿的呀？白菜肉、香菇肉、大葱肉，给你多煮，加量不加价，骑摩托车的。正常我们就18个饺子，一份35元。一份35呢？你想要30块钱的，姐给你加量。但是你的肚子多大呀？你要是35的就能吃嗷嗷的饱，姐给你加量。都是鲜肉咸菜包的，好吃。行，谢谢大姐，我再看看，我再看看啊。好，拜拜。拜拜。老弟扛不住啊！我去县里看一下吧，县里应该多少便宜一点。县城啊，在去看珠峰路上，要往旁边拐出去1、2公里啊，咱们直奔县城啊。来县城里吃笼包子。刚在定日县吃了2笼包子啊，这会儿感觉有点没精神，挺困的。昨天晚上没睡好，早上又被太阳晒醒，挺早的。这找了一个不知道什么大园子啊，什么观光园，特别大，建筑修的也挺带感的，但是好像废弃了，没什么人。我在这里，我把防潮垫铺下，我稍微躺一会儿吧，休息一下。朋友们，在这睡了一两个钟头啊，现在已经下午6点了。我那会儿在定日县吃完饭出来，这是走在半路啊，一个挺大的园区。其实这里露营应该也是可以的，
但是我今天要不走一下吧？我去买点东西，然后去那个珠峰景区的大门口。同时和大家说一个问题，就是我之前计划的错了啊。有朋友之前提醒我说，那个加乌拉山口那里就已经需要收门票了啊。然后今天我查了一下，果然是真的。就是在108拐之前啊，珠峰那个108拐之前，它就是景区大门，它就要查票的。这就搞得有点尴尬了。我本来以为那个可以上到加乌拉山口那里都是不收门票的。但是呢，我又查了一下，再往西50公里有一个冈嘎镇。冈嘎镇那里，好多人说那里看珠峰也不错，而且那里看的说是和加乌拉山口那个地方可能看起来差不多啊，甚至说冈嘎镇还有小路可以直接再穿到景区里边干到那个加乌拉山口，相当于逃票的那种啊，这个咱们就不做了啊。但是呢，冈嘎镇咱们去看一下。今天先去那个景区大门口那里露个营吧。好了，现在把东西收拾起来走了。哦，哇，挺漂亮的这里啊！马上下午7点，日头高挂，前方乱云成堆，层峦叠嶂。我吹着自由的风驶向珠峰的大门。今天咱们在珠峰大门口睡一觉，明天就走了，就是不进去。糟糕，自由的风是逆风。这里又有一个检查站啊，看看查什么。身份证电话出示一下啊。好的。帅哥，今天晚上能不能到？啊？你们也到珠峰去了吧？大本营吧？我不打算进里边。啊。你直接往那边走了是吧？对。那你这么晚了住哪去呢？我去他门口好像有个停车场可以露营。第一次碰到检查边防证的啊！前面几公里呢，就到珠峰景区大门了。刚过了检查站，这里好漂亮啊！一片草原小河，夕阳倒映在河上，让人情不自禁驻足一下。我的小红。看这只狗子，感觉就像是在开往天堂一般。前方左拐，珠峰大本营。咱们下午这会儿从白坝过来啊。前面58千米是冈嘎镇，就是咱们明天要去的地方。左拐就是珠穆朗玛峰了，98千米，海拔8848.86。大家可以看到它这个海拔，那里好像涂改了很多次啊。每次重新测量，长高之后，这里应该就会改一次。好了，进里边看看。珠穆朗玛峰国家公园，他在这里就设了卡。珠峰北大门，哎呀，我去问问啊，我去问问。你好，从这里开始就要门票了吗？对对对。啊，好吧。问题是今天去哪里露营啊？风太大了，我得找个能挡风的地方。这地方都是水泥地，没法打地钉。这里不知道能不能进。大哥，这里可以进去吗？
可以啊，我晚上在这里露营一晚也可以吗？是没事。哦，好的，这个都可以。好的，好的。这边这个修是在修什么呢？就是再往大修一点。因为这个是后备厅，然后上面有个宾馆。哦，要修个宾馆还要。晚上可以休息了，这上面。哦，你好，大哥，我可以接点水吗？我可以接点水吗？啊，水，接点水。啊？哦，看鱼。大家看夕阳，哇，漂亮极了！那边就像天边着了火一样。今晚咱们就在这个厕所里面录影了啊，它这个卫生间还没有开放。好了，我先把帐篷支起来了。大家听这个声音就知道风有多大了。东西收拾好了，我把米饭蒸上了。现在我准备一下食材，今天晚上炒个黄瓜火腿炒蛋。诶，我买了一块这个火腿啊，我买的时候我还特意看了一下生产日期，结果没料到这个火腿的保质期只有3个月，4月份产的，已经过期2个月了。就这样吃吧，应该也问题不大。直接全部炒了。今天稍微有点饿，中午2笼小笼包啊，根本不顶事儿。外面狂风肆虐，我在这里安之若素。今天能找到这个厕所真的是太幸运了。外面好大的风真的。再来一点点油，买几颗花椒爆香，蒜末爆香，火腿加入，酱油少许。干姜粉少许，加入黄瓜，加入鸡蛋，鸡精少许，盐少许，搅拌均匀。美得很啊，朋友们！一道火腿黄瓜炒蛋出锅了。哇，颗粒分明啊，感觉力度刚刚好。今天没有放腊肠啊，就米饭炒菜。开饭了，完美，这米饭软硬刚好。菜的味道也不错，咸淡适中。美得很。特别是听着外面的猎猎风声啊，感觉这里就像一个温暖的家一样。吃
吃完饭了，是时候处理这颗瓜了啊。粉嫩粉嫩的这种啊。还可以，挺甜的。今天已经远远的一睹芳容了。明天呢，到冈嘎镇的关帝庙，我们再好好的看一下。好了，朋友们，那今天就这样吧。这个珠峰公园门口这里啊，没什么可看的，因为它离珠峰啊还有100公里的距离呢，完全看不到，什么都看不到，也没什么东西，包括现在也是淡季嘛，也没什么人，只有在这个修建的工地一些工人比游客多啊。好了，朋友们，那今天就这样吧。今天没赶多少路啊，美好的一天过去了。外面这个风太大了，我刚刚出去上一趟卫生间都感觉有点冻。我现在就准备休息了，朋友们。那我们就明天见了，晚安了。